大家还记得吗？在第7讲的时候，我们介绍了独立电流源的概念。我们在那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构成一个独立电流源呢？在本讲的课程里，我们将会告诉你答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需要来讨论一下独立源的串并联连接。我们首先看理想独立源的串联连接。大家请看，对于有 n 个理想电压源串联而构成的子电路，如果我们在端口上标出了它的电压和非关联的电流参考方向的话，或者说是有源符号约定的话，那么我们能够写出关于 U 和 I 怎样的表达式呢？对于每一个电压源来讲，它上面的电流都是这个电流 I， 但是这个电流是要由外电路决定的。我们在这个电路里只能写出一个 KVL， 也就是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等于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那就是 U 等于 US1 一直加到 USN。 这是关于这个电路的所有 UI 特性。那么把这个又可以写成 USEQ， 那就是说对外可以等价为一个独立电压源。第二种情况是一个独立电压源和一个独立电流源串联，那么我们采用类似的方法，端口设成非关联参考方向。那么你看，对于这个电压源来讲，它的电流是要由外电路决定，但是这个外电路包含了这个 IS， 也就是说流过电压源的电流一定是 IS， 因为它们是串联的。那么从端口角度来讲，我们一定根据 KCL 能够知道 I 等于 IS。 那么当然电压要由外电路来决定。如果说由外电路知道了电压以后，在这个子电路里面用 KVL， 我们就能够求出电流源上面的电压。因此对于这个子电路来讲， I 等于 IS 是我们唯一能够列写出来的方程。那也就是说这个子电路可以等效为这样的形式。我们接下来讨论理想独立源的并联。首先是 n 个理想独立电流源的并联。对于端口非关联的参考方向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点上列写 KCL， 得到 I 等于 IS1 一直加到 ISN 等于 ISEQ。 也就是说对外可以等效为一个理想独立电流源。对于一个理想独立电压源和另一个理想独立电流源并联的情况来说，在端口非关联的参考方向下，我们能写出什么呢？很显然 U 是等于 US 的。那么当然 I 是要由外电路决定。我们一旦确定了电流 I 之后，可以在这个节点上用 KCL 求出流过这个电压源的电流 IS1， 于是就完成了整个电路的分析。对应于这样的一个端口约束来讲，这个电路等效为我们在这里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大家看，一个独立电流源和一个独立电压源并联，对外仅仅等效为那个电压源。我们在这里提一个思考题，那么这个独立电流源的作用体现在哪儿呢？也许你答对了，就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那样，在通过外电路求出这个端口的电流以后，通过独立电流源的值可以求出独立电压源上流过的电流，从而求出独立电压源所发出的功率。也就是说，与独立电压源并联的这个电流源，它决定了流过电压源的电流，从而也决定了电压源所发出的功率。类似的，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独立电压源和一个电阻并联，对外当然也等效为这个，因为流过这个电阻的电流或者它上面的电压只能够影响这个电压源上面的电流。我们是基于电压源和电流源并联所得到的结论。我建议大家把这个结论推广到前一篇，
电压源和电流源串联，你会发现类似的想法。